2024最新美国科幻惊悚片《国际空间站》精彩上线，美俄地面核战，太空争抢空间站。老卡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就把系绳解开，用手抓住栏杆，慢慢移了过去。随即，老卡检查出那根天线是完好的，他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但是老卡做梦都没想到，大鳄正在操纵太空臂，缓慢朝着老卡移动。大鳄哽咽着完成了这项地面交代的任务，老卡开始在太空漂浮了。那么老卡为何会在太空中被人谋杀？且听小编娓娓道来。故事要从一艘美国的航天飞机送来3位宇航员来到了俄罗斯的国际空间站工作说起。老卡是美国的头号宇航员，也是美方的领队。正在和老卡说话的是俄罗斯女航天员大乔。由于老卡经常上到太空站，所有他们算是老相识了。随后老卡游走到自己团队的黑妹身边，然后带着他参观太空站，还告诉了黑妹独立的舱位是如何使用的，那里算是黑妹的独立空间。同时他还教了黑妹如何听声辨别太空站的生命支持系统工作是否正常。接着还给了黑妹一把储物柜的钥匙，用来专门存放美方的航天员的私人物品。黑妹携带了4只小白鼠，这就是她的私人物品，也算是她的宠物吧。俄罗斯的航天员伊万特意走过来看看这些活泼的宠物，表示他们之间会紧密的合作。另一位美国航天员大白正在健身，旁边正在跑步健身的是俄罗斯航天员的领队大鳄。总之，俄罗斯人对美国人非常的热情，几乎毫无保留。双方还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迎晚会，互赠了小礼物。这样亲密无间的日子过了几天，有时他们还结伴来到太空站的玻璃露台，看着美丽的蓝色地球，真是无限的感慨。有一天，黑妹发现她带来的4只小白鼠为了争夺有限的空间发生了厮杀，结果死了2只白鼠。黑妹有些郁闷了。突然在玻璃露台看见地球出现了剧烈的火光，她感觉像是火山爆发，但是仔细一看，陆续有很多个火点出现，黑妹看不懂了，于是叫来其他航天员过来看看。这时出现了刺眼眩光，他们不明白地球到底出了什么状况。还是老卡有经验，觉得这些光芒有问题，赶紧叫大家返回工作为待命，然后把露台的舱门关死。接着各自的领队向自己国家的地面指挥中心发出信号，询问地面的情况。其他成员就各自向家里人打听情况，但是通讯似乎都中断了。突然老卡的电脑接收到了休斯顿指挥中心的信息，与此同时大也接收到了俄罗斯指挥中心的信息，不过两人都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不过渐渐双方的气氛有点不对，这个被伊万觉察出来了。很快老卡收到了完整的命令，意思是美俄爆发了核战，地面上的国家纷纷加入战团，太空站被视为优先立足点，所有的美国航天员都要放弃之前的命令和实验。老卡最新的目标就是控制国际太空站。老卡瞟了一眼大俄，很明显他也在接收新的命令。老卡估计跟他收到的差不多，这下老卡呆如木鸡了，做梦都没想到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就爆发核战了？老卡就问地面指挥中心，这是为什么？突然整个太空站停电了，然后与地面的通讯彻底中断了。老卡赶紧把电脑合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随后老卡把黑妹和大白叫到一边，把地面的命令做了传达。然后大白估计是地面核爆炸的电磁脉冲击了太空站的通讯系统才导致的。就在这时，大乔把3人叫了过去，6个人就在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太空站通讯的问题。通过一番检查，大表示应该是外面的一根天线受到了损坏，需要人工修复。他特意让伊万把这个意思用英语翻译给老卡听。老卡仔细在电脑查看了一下，觉得受损可能性也比较大，于是他自告奋勇穿上了太空服去外面进行修理。出去之前，大乔还帮着老卡把衣服穿好，他们俩的感情不一般了，已经超越了国家。老卡爬出了太空站，映入他眼帘的竟然是地球上的一片片火海。这个战争规模之大，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战争。老卡看的是心惊胆战。他提醒站内人员远离窗户，以免受到核辐射的影响。黑妹就在站内引导老卡慢慢漂浮到出问题的地方。渐渐老卡离那个天线的位置越来越近了，地面的火光的范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伊万也没闲着，他悄悄拿着一把钳子来到一处线路集中的盒子处，剪断其中一根线，这就导致黑妹与老卡的通讯中断。黑妹赶紧告诉了大白和大乔2人。
于是两人就分头去查找问题。老卡对于跟黑妹的通讯中断也是无可奈何，这时他发现寄生没有那么的长，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老卡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就把系绳解开，用手抓住栏杆慢慢移动过去，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老卡开始在太空中漂浮了，站内的大乔非常的紧张，他生怕老卡会出什么意外，查看了各个角度的摄像头，都没发现老卡的踪影。随即大白在舷窗看见了老卡漂浮的身影，赶紧就叫两人一起来看。最后他们回收了拉绳，老卡已经不知去向，大白就找黑妹商量这件事情。大乔跟大鹅和伊万一碰头，他立即就明白了这是大鹅下的死手，他无法接受地面战争竟然延续到了太空站，他彻底发怒了。不过他还是希望大鹅能够出手把老卡找回来，毕竟那个太空服可以维持8小时的生命。但是两人都是无动于衷，大乔只好返回到黑妹那里寻求帮助，正好碰见大白也在，只好先让大白回避一下。大乔把这件事情悄悄告诉了黑妹，因为他觉得黑妹是新人，其他人不值得信任。两人互通了有无，他想让黑妹搭载联盟号宇宙飞船，带着治疗辐射病样本返回地球，正好地面打核战能用上。这艘太空站迟早会坠落的，还告诉了黑妹那些样本储藏的位置。接着大乔拿了一把喷火工具枪，扭开了一个氧气阀门开关，他打算把这个太空站烧毁掉，大家同归于尽，反正他爱的人已经不在了。大鹅和伊万走了过来，他们意识到大乔要炸太空站，两人就在那里不停地劝说。与此同时，黑妹就来到大乔所说的位置，可是他没找到那些样本。大白出现在他的身后，就问黑妹在找什么。黑妹表示在找治疗辐射病的样本。大白表示这里并没有那个储藏的位置。黑妹顿时觉得大乔欺骗了他，黑妹赶紧去找大乔问清楚才行。另一边俄罗斯团队发生了内讧，黑妹和大白也参与到其中。最后他们发现大乔头部被重击了，看样子是领了盒饭，于是大家都停手了。大白和黑妹转身回到工作位，他们来想办法要恢复通讯才行。大白表示大乔肯定是疯了，而且还欺骗了黑妹。黑妹也是无语了，大鹅不停在旁边忏悔着。伊万表示这不是大鹅的错，他们都是属于被裹挟的那伙，然后各自离开休息一会。伊万无意中看了一眼太空摇臂的视频监控，他看见了惊人的一幕，老卡竟然没有漂浮到太空的深处，而是扒在太阳的面板上。他于心不忍啊，于是操纵起太空摇臂。老卡获救了。与此同时，大鹅到处寻找黑妹和大白，他是在执行命令，必须把两人干掉才行。大白早就躲了起来，而黑妹就被伊万拉进了摇臂控制舱。大一时半会就没找到两人，大还在骗两人，高声表示大乔没有死，已经止血了，希望他们俩出来。伊万在一旁看不下去，于是就让大鹅停手吧，不要再执行命令了。就在这时，大白在藏身的地方发出响声，大鹅立即游走到那里，随即4个人混战起来。老卡趁机拿着一支喷火工具枪把大鹅打倒在地。当他得知大乔已经死了，顿时怒发冲冠，把中间的舱门一关，他和大鹅在里面开始了决斗。外面的人就想办法要把舱门打开。最终两人都被对方杀死，这算是忠于了自己国家的命令。等黑妹和伊万打开舱门的时候已经晚了，随后3人各自回到自己的独立空间反思去了。这时地球上爆发战争的区域越来越大，就在这时黑听见了太空站发出的警告，目前太空站的高度不够，不知为何太空站一直在缓慢的下降。无意中黑妹看见了大乔所说的那个位置，这意味着大乔没有骗他，是他自己不熟悉太空站，但是大白不可能不知道，也是说大白在骗他，于是转身去找大白。可是大白并不在那个小空间里，但是黑妹却发现大白准备好了太空服和其他物品，很明显他要计划返回地球了。就在这时，太空站彻底停机了，这意味着太空站将会加速坠落。
黑妹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她看见大白正在准备食物，表示自己有点头痛，而伊万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不过大白一直都在说话，似乎他在缓解心中的压力。黑妹趁机还给伊万做了暗示，然后黑妹假装走过去做一个三明治，同时敲击了桌面3下，这是一种暗号。伊万知道这个信号的意思，黑妹就向大白要了他手上的那把餐刀。大白假笑的把餐刀放在了桌子上，然后表示太空站的生命支持系统是他关的，但是他也可以重新打开。黑妹于是就去拿那把餐刀，瞬间3人厮打起来。2打1，大白自然不是对手，最后被黑妹勒死了。地球的战争又扩大了范围，黑妹帮着伊万包扎了手上的伤口，然后伊万重新启动了生命支持系统。最后2人带上了那些治疗辐射病的样本，坐上联盟号航天飞机。与此同时，太空站和地面的通讯联络恢复了。休斯顿指挥中心询问老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联盟号航天飞机与太空站逐渐脱离。伊万就问黑妹他们设定的导航去地球的哪里，黑妹表示她也不知道。影片到此结束了，我认为本片拍摄还不错，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本片的故事设定非常的棒，太空里的国际空间站就像是微型的战场，宇航员也算是科学家吧，他们竟然都成了战士。而下面的蓝色地球正处于核弹乱飞状态，空间站里的宇航员不搞科研，却在想法子如何搞死对方，这个题材足够新颖。从结局上看，这是一部反战的影片，凡是听从政府命令的人都死了，选择个人意志的不服从集体才是在太空的生存之道。人物塑造不偏不倚，没有特别偏向哪个国家，甚至觉得是在刻意的保持中立。我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从舷窗里看到蓝色星球上不断升起红黄色爆炸点，然后在每次看过去的时候，眼见蓝色区域越来越少，细想还是挺吓人的。人类千万不要打核战争啊！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